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皇家堂橋井係位於英國 Kent County 嘅一座小鎮，人口大約6萬人。呢座小鎮風景宜人，充滿田園風味，所以有英國後花園嘅美譽。1987年，呢座小鎮喺短短嘅5個月之內，就發生咗2單年輕女子被殺害嘅案件。由於當時嘅 DNA 檢測技術並唔成熟，所以呢2單案就成為咗懸案。直到2020年，警方揾咗33年嘅兇手，終於落網。但係警方就意外咁發現咗兇手令人毛骨悚然嘅秘密，令到呢位兇手成為咗英國史上最惡名昭彰嘅人物之一。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1987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1987年6月22號，大約夜晚11點，當年25歲嘅 Wendy 坐住男朋友 Ian 嘅電單車，返到咗自己嘅公寓。Ian 目送 Wendy 進入公寓之後，就離開咗公寓。Wendy 係當地一間攝影店嘅經理，為人善良、熱情開朗，經常都將笑容掛喺面上。雖然 Wendy 有過一段失敗嘅婚姻，但係佢堅強咁行咗過嚟。佢認識咗 Ian， 佢哋嘅感情穩定，仲打算喺冇幾耐之後結婚。Wendy 亦都對未來嘅生活充滿咗憧憬。6月23號，身為經理嘅 Wendy 冇去到攝影店返工，亦都冇同老闆請假。攝影店嘅同事打咗好幾次電話俾 Wendy，但係都冇人接聽，於是佢哋唯有打俾 Ian。Ian 當時以為 Wendy 可能只係瞓晏咗，所以佢就嚟到咗 Wendy 嘅公寓睇下。Ian 嚟到公寓之後，發現大門上咗鎖，佢不斷敲門，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感到不安嘅佢，通過一個打開咗嘅窗口爬咗入去，就發現Wendy 全身赤裸咁瞓咗喺張床度，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於是佢即刻報警。法醫證實 Wendy 嘅頭部有被鈍器襲擊嘅傷口，條頸有勒痕，而且仲遭到性侵。公寓並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考慮到公寓入邊有一個打開咗嘅窗口，警方認為兇手就係通過呢扇窗進入公寓作案㗎。由於現場冇打鬥嘅痕跡，警方推斷兇手可能已經早早就埋伏喺公寓入邊，等待時機作案，所以 Wendy 基本冇反抗嘅機會。鑑證人員喺 Wendy 嘅身上採集到兇手嘅 DNA， 喺手袋度採集到兇手嘅指紋，並喺 Wendy 嘅恤衫袖口處發現咗一個鞋印，經過比對之後，並唔屬於 Wendy 嘅鞋，相信應該係兇手留低㗎。除此之外，警方發現 Wendy 嘅幾條鎖匙同埋日記都唔見咗，相信應該係被兇手攞走作為紀念品。11月24號，喺 Wendy 死亡嘅5個月之後，20歲嘅餐廳侍應 Caroline 喺同朋友聚餐之後，就獨自搭的士返屋企。第二日 Caroline 並冇去到餐廳返工。Caroline 被通報失蹤之後，警方嚟到咗 Caroline 嘅公寓調查，發現入邊一個人都冇。睇嚟 Caroline 尋晚並冇返到公寓。詢問附近嘅鄰居之後，好幾名鄰居都表示尋晚曾經聽到好幾次嘅尖叫聲，但係當佢哋望出窗外就乜嘢都見唔到。3個禮拜之後，一名農夫喺距離 Caroline 公寓65公里內嘅 Romney Marsh 嘅一個坑渠度發現咗 Caroline 嘅遺體。Caroline 被發現嗰陣，身上只係剩低一條襪褲。經過檢驗之後， Caroline 同 Wendy 一樣，都係頭部受到衝擊，再俾人勒死，並喺瀕死或者已經死亡嘅狀態之下被性侵。巧合嘅係 Caroline 居住嘅公寓同 Wendy 嘅公寓非常接近。
警方推斷兇手應該係對呢個地區非常熟悉。案發當晚，兇手埋伏喺附近，等 Caroline 落車行返公寓嗰陣，就強行將佢擄走。殺人性侵之後，再棄屍喺坑渠度。由於作案手法相似，警方認為呢兩單案嘅兇手都係同一個人，並幫佢取咗一個外號 Backseat Killer。由於 Caroline 已經被浸咗喺水入邊一段時間啦，所以鑑證人員並冇辦法喺 Caroline 嘅身上採集到有用嘅線索。雖然 Wendy 案採集到兇手嘅 DNA 同埋指紋，但係案發當時係80年代，DNA 檢測技術並唔成熟，喺冇嫌疑人嘅情況之下，亦都冇辦法進行 DNA 比對，所以案件唯有暫時被擱置。1999年 DNA 檢測技術日漸成熟，警方亦都建立咗一個 DNA 數據庫，並將當年嘅 DNA 樣本輸入數據庫，可惜並冇揾到匹配嘅樣本。不過呢個 DNA 數據庫只係收錄咗曾經有過案底嘅犯人 DNA。如果兇手冇案底，咁呢個數據庫自然亦都冇佢嘅樣本。時間嚟到咗2020年，呢個時候 DNA 檢測技術可以話係非常成熟啦。懸案小組嘅成員再次檢測咗當年 Wendy 同埋 Caroline 案嘅證物，並成功喺 Caroline 嘅物庫度採集到少量嘅兇手 DNA。經過比對之後，證實同 Wendy 身上所採集到嘅 DNA 係屬於同一個人㗎。之後佢哋將 DNA 樣本輸入數據庫，雖然冇揾到 DNA 嘅主人，但係就發現數據庫入邊嘅一個犯人同兇手嘅部分 DNA 吻合，亦即係話呢個犯人雖然唔係兇手，但係佢同兇手係親屬。警方順藤摸瓜，喺秘密調查呢個犯人嘅90位親屬之後，佢哋鎖定咗一個嫌疑人 David。David 出生於1954年，係一位電工。David 喺外人嘅眼中就係一個性格溫和、冇脾氣嘅人，大家都會親切咁稱佢為 Uncle Dave。佢結過3次婚，有4個仔女。佢喺70年代嗰陣經常入室盜竊，單被記錄在案嘅就有30單，但係嗰個年代仲未有 DNA 數據庫，所以警方亦都冇採集 David 嘅 DNA 樣本。值得留意嘅係1987年 David 就住喺 Wendy 同埋 Caroline 嘅附近。除此之外，兩位受害人雖然唔認識 David， 但係其實佢哋一早已經有交集。David 係當地一個單車俱樂部嘅會員，佢曾經去過 Wendy 工作嘅攝影店洗相，亦都曾經去過 Caroline 工作嘅餐廳食飯。而 Caroline 被發現嘅地點，亦都係單車俱樂部騎行路線會經過嘅地方。2020年12月3號清晨，警方拎住搜查令突襲咗 David 嘅屋企，並逮捕咗佢。David, you're under arrest on suspicion of the murders of Wendy Nell and Caroline Pierce in 1987. 警方喺屋企度揾到咗一張 David 喺度曬日光浴嘅相，相入面 David 嘅鞋底露咗出嚟，鞋底嘅紋路同當年 Wendy 衫袖上嘅鞋印非常相似。另外 David 30年前嘅日記亦都清楚咁描述咗佢喺 Caroline 工作嘅餐廳遇到佢嘅經過。同時警方亦都採集咗 David 嘅 DNA 樣本，證實 David 就係當年嘅 Backseat Killer。警方揾咗33年嘅兇手終於落網，但係好戲仲在後頭。警方喺仔細搜查 David 嘅屋企嗰陣，意外揭發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秘密。警方喺屋入邊揾到咗大量嘅儲存設備，包括100個 hard disk、1300張 CD、2200張 diskette、30部手機，同埋34000張被打印出嚟嘅照片。入邊有超過1400萬張不雅照片，同埋1300個不雅影片。
總容量高達23 TB。之後，警方喺一個櫃嘅後邊發現咗4個 hard disk， 內容令人作嘔，因為入邊儲存嘅全部都係 David 從2008年到2020年喺醫院太平間入邊褻瀆遺體嘅變態影片。唔單止係咁， David 仲喺筆記簿上記錄咗所有受害者嘅信息，就連侵犯遺體嘅時間都詳細咁記錄低。之後 David 仲會上網搜尋受害者嘅照片，並將照片同埋受害者嘅信息整理好，儲存喺電腦入邊。警方花咗幾個月嘅時間，確認咗82位受害者嘅身份，仲有20位受害者嘅身份無法確認，其中年齡最細嘅只有9歲，而年紀最大嘅係100歲。但係醫院有安裝閉路電視，太平間亦都唔係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入㗎。咁 David 到底係點樣持續作案10幾年，但係就一直都冇俾人發現呢？原來呢一切都同 David 嘅工作有關。David 從1989年起就先後喺2間醫院做電工。由於 David 經常需要去到醫院嘅唔同區域進行維修工作，為咗方便佢工作，醫院就俾咗佢一張萬能嘅 access 卡。呢張卡可以出入醫院嘅所有區域，包括太平間。我哋先嚟睇下呢一張醫院嘅平面圖。藍色嘅部分係醫院用嚟保存遺體嘅冰櫃，呢種冰櫃嘅左右兩邊都有開口。冰櫃嘅左邊係接收區，右邊就係法醫檢測區。往生者嘅遺體會從左邊嘅接收區放入冰櫃，而法醫就可以直接喺右邊將冰櫃打開，將遺體取出進行驗屍。為咗保護私隱，只有左邊嘅接收區有安裝閉路電視，右邊嘅檢測區並冇閉路電視。灰色嘅鏡頭係喺案件曝光之後先至安裝上去嘅。法醫檢測區同紅色嘅員工室同埋綠色嘅雜物房係相通嘅，所以 David 可以通過員工室同埋雜物房入嚟呢度。由於 David 經常都需要檢查醫院嘅設備，包括太平間嘅冰櫃，確保一切正常運作，所以即使有其他員工見到 David 喺太平間出入，佢哋亦都唔會覺得奇怪。太平間管理員嘅返工時間係早上8點到下晝4點，而 David 嘅工作時間就係早上11點到夜晚7點。David 就係利用呢3個鐘頭嘅空檔進入太平間褻瀆遺體，並將整個過程錄低咗。雖然 David 只係拍低咗102位受害者嘅影片，但係 David 從1989年起就喺醫院工作，警方估計真正嘅受害者可能超過咗1000人。2021年12月 ，David 承認咗控罪，不過佢並冇交代點解要咁做。I want to admit that I am admitting the offences, but I don't really want to go into detail. Yeah. Okay. I appreciate that. And what offences are you admitting, David? As you've just described to me. 除咗謀殺罪之外， David 仲有幾十項罪名在身，包括褻瀆遺體、偷窺同埋擁有兒童色情照片等。最終 David 因為謀殺罪而被判2個無期徒刑，其他罪名加起嚟就被判12年有期徒刑。可以肯定嘅係 David 餘生都必須喺監獄贖罪。